最近台股真的很夸张，周一大盘单日大涨755点，盘中最高一度来到30339点，等于短短时间内上涨将近1000点。隔天又再度上涨近500点，收在30576点。虽然后来几天没有延续前2天的攻势，但很多人看到这种走势，心里对于台股到底是在涨什么，多少有点疑问。更甚至有人会好奇这波股市大涨的启动来自哪里。所以这一集经济闲谈，我们就来聊聊，当台积电成为台股的超级火车头，对投资布局到底带来什么影响？先说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重点，现在台股的结构其实已经非常集中。直到我做这支影片截止计算，台积电在加权指数中的权重占比高达 44.31%， 等于只要是台积电股价出现明显上涨，对整体指数的贡献就会非常多。也就是说，指数创新高，不代表所有股票都同步创新高。所以明明大盘在涨，但部分投资人手上的股票好像没什么动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中小型股要长期跑赢台积电，难度确实越来越高。再来谈资金面，这周给大家观察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当大家还在欢庆股市推高3万点时，外资却在现货市场进行调节，甚至整个礼拜合计卖超434亿。不过台股却没有因此大幅回档，到周五收盘也仅仅只是收在30288点。原因之一就是内资的承接力道相当强，包含投信、自营商，甚至部分长期资金都愿意在高档持续买进全指股。这种内外资操作节奏不同步的状况，会让市场出现一种看似矛盾的画面，也就是外资努力卖超，指数依然创高。这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不同资金的配置逻辑本来就不一样。现在很多投资策略就现实面来说，几乎都绕不开台积电，因为在指数结构下，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完全没有台积电，绩效长期跟上大盘本来就不容易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人选择高含积量的 ETF， 甚至部分主动型基金也会配置全值型商品，不是因为大家懒，而是市场结构逼出来的行为。某种程度上，现在的台股比较像是火车头很强，车厢也会前进，但速度跟不上火车头。再来谈产业本质的变化。过去，台积电的营运和消费性电子高度联动，例如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。但现在 AI 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长引擎之一，不论是先进制程、先进封装，还是高效能运算晶片，需求都明显集中在少数顶尖代工厂。市场普遍预期，未来 AI 相关营收占比将持续提高，这也让台积电的定位越来越像是一家高品质成长型公司，而不只是传统的景气循环股。简单总结现在的环境，台股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高度集中。对投资人来说，有几个现实考量：一、指数上涨主要由全指股带动；二、中小型股轮动速度快，难度高；三、ETF 成为稳定参与市场的方式；四、台积电仍是结构核心。以上不代表你一定要 all in 台积电，但至少要理解，现在的台股是有水在推动。最后想说的是，现在的台股上涨不完全是情绪炒作，更多时候是反映产业集中、技术门槛提高、资金聚焦龙头及 AI 成为长期主轴。而台积电就像台股这列火车的超强力火车头，当它全速前进时，整个指数自然会被拉着走。至于你要坐在哪一节车厢，就取决于你的风险承受度和投资策略了。